嗨，这礼拜好吗？天气越来越热。对，这礼拜我还是有一些体会，比较比较有一点感受的是关于中年失业。你想，假使有一个人，他年轻的时候一直换工作，然后到老的时候又回到同样的行业去做的时候，他的原本的那个主管可能跟你年纪差不多，甚至比你晚，所以他就不会用你，不会用你。这就是问题啊。然后年轻人他看你如果说你这个中年人是很努力的，活动力强的，学习力好的，然后年轻人他如果比你学习力差啊，你又比他稳重，他也不要用。所以当初的那个中年失业是这个样子，但是现在基本上因为少子化的关系，很多的企业它都开放那个原本的那个年龄，对它开放。像我知道的就是，他本来可能35之后不要用，他现在都拉到50岁，因为他后面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所以当他又没有些行业没办法没办法外籍劳工，不行，所以就是一定要本国籍。但是他企业有个坏处，就是他会让你做，但是他让你用派遣的方式，他就是不让你升正职，不让你用正职的方式录用。这也是问题啊，但是这问题不大，因为主要你中年你就不要想说有那些正职的福利，大概你就以月薪为主，那个月有拿到钱，能够生活，这个最重要。其他其实我觉得你就看可有可无啊，因为老板他当然是愿意挑年轻的，那年纪大的愿意让你到公司去上班，我觉得你也很难去那个，除非你一直检举他。但你的机会就减少，一直检举他，你的机会就减少，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取舍。我是觉得可能不太需要去检举他，去做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。就是你国家有少子化的问题，它就解决了中年失业的问题，所以事情都有一体两面，看你怎么看。还有之前不是说如果说像很多艺术行业，是不是到大国去，它机会比较多？对啊，理论上是这样，就例如说，它是你3倍的人口，那你就有3倍的机会。但是你反过来想，它是不是不红的更多？对，你要先竞争超过3倍的人，你才在前面10%。所以看你怎么看。你如果说能够放下这些名利啊，有一点不要放弃那些名利，就是你不要说一定要很强，我觉得能活下去就好。就是你如果说你没有在10%，你在50%之前，你活下去不一定要变成10%。我现在目前是这样想法，因为你10%的人真的特别少。那你努力过，觉得自己不行，那就算了，就是在一个稳定中的道路上去发展，只能这样子，否则你就每天会陷入那种巡回里面，巡回。然后你就钻牛角尖吧，一辈子何必这样？快乐一点不是很好？对，我是认为就看你怎么去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。现在我是这样想，因为年轻的时候你一定听不进去，我一定要爬到最高啊，我一定要当主管，我一定要管别人。那你后来你就觉得这些都是名利如浮云，你知道吗？
最后一样，克制物欲，克制消费，努力上班，努力存钱，迈向成功之路。加油，加油！